肖战一边被黑布护送拍戏，一边低调做公益，这才是顶流该有的体面。最近的娱乐圈说热闹是真热闹，红毯造型一波接一波，新剧路透满天飞，综艺名场面天天刷屏。今天这个杀疯了，明天那个爆了，网友的首页像被开了倍速，瓜还没吃明白，下一个话题已经冲上来了。但就在这一堆热闹里，肖战又一次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出圈了。一边是时日中烟剧组防带拍措施升级，工作人员手持黑布贴身跟随肖战，直接把网友看乐了，纷纷调侃这是人随不走移动结界拉布小队上线。另一边是公益平台更新项目进展，肖战持续多年关注云贵乡村美育，今年又有新的美育教室落地，一个是剧组片场的硬核保密，一个是山里教室的安静善意，放在一起看倒还真有点意思。前者让人看到一部剧对内容悬念的保护，后者让人看到一个公众人物对社会责任的坚持。说白了，真正能让人留下印象的，从来不只是热搜上的一阵风，而是细节里藏不住的态度。先说时日中烟，这部剧从官宣开始就自带高关注度。原著本身是热门悬疑无限流 IP， 故事设定强，人物关系复杂，氛围感也很重。肖战在剧中饰演男主旗下，这个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爽文男主，而是一个高质、冷静、带着破碎感和强大博弈感的人物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大家对旗下的造型、状态、戏份都特别好奇。问题来了，好奇归好奇，代拍可不会管这些。现在很多剧组最头疼的就是还没播，路透先满天飞，角色妆造被提前曝光，关键场景被偷拍，甚至有些片段被断章取义拿出去营销。观众看着像是提前吃瓜，实际上对作品伤害不小。尤其是时日中烟这种悬疑感、沉浸感很强的剧，很多东西本来就应该留到正片里慢慢揭开。要是今天留出一张造型，明天拍到一段转场，后天再拼出个剧情走向，那还看啥？悬念直接被拆成拼图，观众体验也被提前透支。所以剧组这次防带拍升级，大家才会这么买账。从网友描述来看，片场工作人员手持黑布，在肖战转场、出入口以及户外拍摄附近进行遮挡。肖战走到哪里，黑布就跟到哪里，主打一个360度防护，不给代拍留缝。这个画面一出来，网友直接笑疯。有人说别的剧组是遮场地，时日中烟是遮人。有人说这不是黑布，这是旗下的移动结界。还有人调侃代拍举着镜头蹲半天，最后拍到一块布，笑不活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大家还给这支防护队起了名字，叫拉布小队。这个名字一出来，瞬间就有画面了。别人拍戏有助理，有化妆师，有现场工作人员，肖战拍时日中烟还自带一支拉布小队，走哪护哪，主打一个严防死守。听起来像段子，但背后其实是剧组的认真。早前时日中烟拍摄时，剧组就已经多次被网友注意到防带拍措施，比如大面积黑幕遮挡、移动式遮挡棚、外景转场保护等等。很多时候，网友看到的不是演员造型，而是一整片黑幕。有人调侃看了个寂寞，也有人说这保密级别像谍战片。现在防护从大范围遮挡升级到跟随式遮挡，说明剧组不是简单喊口号，而是真的在根据现场情况调整措施。这点挺值得夸，因为防带拍不是摆个黑布就完事，它需要人力、时间、沟通和执行力。尤其是剧组拍摄本来就紧张，每一次转场、每一处外景都要有人盯着角度，观察环境，判断镜头可能出现的位置。看起来只是拉块布，实际上背后是整个现场管理的配合。网友为什么会夸？不是因为黑布本身多稀奇，而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剧组对作品的保护欲。这年头，不少剧还没开播，路透已经比正片还热闹。今天营销神仙路透，明天炒绝美造型，后天又来一波未播先火。表面看热度是有了，可观众真正进入剧情时，惊喜反而少了一半。时日中烟这波操作，反而给人一种先把戏拍好，别让无关物料乱飞的踏实感。
尤其肖战饰演的齐夏，本身就很吃神秘感。这个人物不是靠一张静态路透就能讲清楚的，他需要完整的剧情、节奏、镜头和表演共同支撑。如果只被偷拍到一个转场画面、一张模糊侧影，再被个录账号拿去无限解读，很容易造成误读。与其让碎片路透提前消耗角色，不如把完整的旗下留给正片，这才是对演员负责，也是对观众负责。更难得的是，粉丝这次的态度也很清醒，很多粉丝都在主动呼吁不围观、不传播、不搬运路透。有些粉丝超话也会屏蔽代拍相关内容，不给偷拍账号热度。这种风气其实挺重要的，因为代拍之所以屡禁不止，本质上还是因为有流量、有点击、有市场。只要有人围观，就有人继续拍。但如果粉丝和观众都不买账，代拍自然就失去生存空间。所以这次10日中烟防代拍被夸，不只是因为剧组做的严，也因为大众对拒绝路透的认知越来越清楚。大家终于明白了，提前看到一点模糊画面不等于赚到，真正等到正片上线，被完整故事击中，那才叫爽。说完黑布，再说公益。如果说片场的移动黑布是热闹的、带梗的，那肖战这几年做公益就是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安静。最近，公益平台相关项目进展引发关注。有网友注意到，肖战持续关注云贵地区乡村美育帮扶，今年又有新的美育教室落地。消息出来后，没有大规模营销，没有铺天盖地通稿，也没有把公益现场做成明星大片。很多内容都是普通网友、支教老师或公益相关平台自然分享出来的。这种低调反而戳人。现在娱乐圈做公益不稀奇，稀奇的是把公益做得长期、稳定、少噱头。有些公益活动镜头比物资还多，明星到了现场，孩子们排队欢迎、拍照、采访、剪视频、发通稿，一整套流程下来，看上去很热闹，但后续到底有没有持续跟进，很多人并不知道。也有些公益项目是一次性捐赠，捐完了，热搜上了，话题有了，后面就没声音了。不能说这种方式没有意义，但它更像是一阵风，吹过就散了。肖战这次被网友讨论的点，恰恰是持续。从素材里提到的情况看，他关注云贵乡村美育已经不是1年2年的事，而是连续多年推进。项目重点也不是简单送点东西，而是围绕乡村孩子缺少艺术教育资源的问题，去补上美育这块短板。这件事为什么重要？很多城市里的孩子可能从小就有画画课、音乐课、舞蹈课，家长还能送去兴趣班。但在偏远乡村，尤其是云贵山区一些学校，基础学科老师都可能紧缺，更别说专门的美术老师、音乐老师。有些孩子不是不喜欢画画，不是不喜欢唱歌，而是没有条件，没有画笔，没有颜料，没有乐器，没有可以固定上艺术课的空间，也没有稳定的老师带他们接触这些东西。对他们来说，美育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一扇看见世界的窗。一间美育教室能改变什么？它不一定能立刻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，但它可以让孩子知道，除了课本和作业，世界还有颜色、声音、想象力和表达。一个原本胆怯的孩子，可能因为一幅画第一次被老师鼓励；一个不爱说话的孩子，可能因为唱歌站到大家面前；一个长期缺少陪伴的留守儿童，可能在手工课里得到一点稳定的快乐。这些东西看起来小，却很珍贵。而且乡村公益最怕的不是开始，而是坚持。捐一批物资不难，难的是知道物资够不够用，孩子会不会用，老师有没有能力持续开课，教具损耗后怎么补充，课程能不能跟上。真正有效的公益不能只停在我给了，还要关心对方需不需要，用的好不好，后面怎么办。所以持续走访、更新项目、补充资源、开设线上课程，这些看起来没有热搜爆点的细节，反而最能说明问题。尤其是线上美育课堂这个方向很实用。偏远地区最缺的往往不是一时的热情，而是稳定的师资。线下老师不足，那就通过线上课程补充专业力量。
让专业老师定期远程授课，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触更系统的艺术启蒙，这比简单送一箱文具更长远。还有素材里提到的防晒用品、艺术绘本、画板、水彩、手工工具、口风琴、小型钢琴等配套物资，也能看出项目不是只做表面，而是在尽量照顾真实需求。当然，公益最怕被消费，这一点上，肖战的处理方式很聪明，也很体面，不把教室做成个人秀，不把孩子当成宣传背景，不让公益过度饭圈化，也不靠我做了好事来反复刷存在感。公益内容的主角应该是孩子，是学校，是项目本身，而不是明星的镜头。这恰恰是最难得的地方。手握顶级流量，想让公益出圈太容易了。一个视频，一组照片，几条热搜词条，传播量立刻就能起来。但真正让人舒服的公益，往往不是大声喊出来的，而是安静做下去的。网友这次夸肖战，不只是夸他捐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更是在夸一种分寸感。知道自己有影响力，但不滥用影响力；知道公益需要被看见，但不把受助者变成流量素材；知道公众人物应该传递正向价值，但不把善意包装成人设工程。这就很不一样。肖战这几年的发展，其实一直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，他越来越少靠单纯的热闹取胜，而是把重心放在作品、角色和长期积累上。梦中的那片海、玉骨遥、骄阳伴我、藏海传，再到现在的十日终焉，他一直在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，也在一步步拓宽演员身份的边界。尤其是十日终焉这种题材，对演员来说并不轻松。它不是简单的古偶氛围，也不是靠甜宠互动撑场，而是需要大量心理状态、逻辑推演、人物层次和情绪暗流。旗下这个角色演轻了没有压迫感，演重了又容易用力过猛。怎么把冷静、破碎、聪明、疲惫和人性复杂感融合起来，是很考验演员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剧组越保密，观众反而越期待。因为大家知道，这不是随便藏一藏造型，而是在守一份完整的角色体验。片场那块黑布看起来像个梗，实际上也像一种信号，别急，好东西留到正片。这话放到公益上也一样，真正的善意也不急着被所有人看见。娱乐圈每天都有新话题，今天这个红毯赢妈了，明天那个剧宣杀疯了，后天又是谁家粉丝炒上热搜。可热闹过去以后，能留下来的东西并不多。一个角色能不能被记住，要看作品；一个艺人能不能被认可，要看长期选择；一个公众人物能不能真正有影响力，要看他把流量用在了哪里。肖战这次两件事放在一起看，就很有代表性。在片场，他是被黑布严密保护的演员，剧组为了不让旗下提前被路透消耗，宁愿多花人力，也要把悬念守住。在公益里，他又是低调参与长期项目的公众人物，不抢孩子的镜头，不把善意做成热搜模板，而是让资源真正落到乡村学校里。一个护住作品，一个护住孩子的梦想。这两件事看似不相关，但底层逻辑其实一致，认真对待角色，所以不让代拍破坏创作氛围；认真对待公益，所以不把帮扶做成一次性表演；认真对待观众，所以把惊喜留给正片；认真对待善意，所以把项目落到实处。这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。现在很多人对明星公益越来越理性了，不是谁发张合照，捐点东西，大家就立刻感动。观众会看后续，会看落地，会看有没有持续，会看有没有过度营销。大家分得清什么是作秀，什么是坚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肖战这种低调推进的公益方式，反而更容易获得路人好感。不是因为粉丝声音大，而是因为事情本身站得住。乡村美育不是一时兴起，连续多年关注也不是一句口号，它需要耐心，需要投入，也需要长期维护。说到底，顶流的意义不只是站在聚光灯下，顶流更应该把关注度变成真正有用的东西。可以是好作品，让观众看到角色的生命力，也可以是公益项目，让更多孩子拥有一间画画、唱歌、做手工的教室，还可以是一种示范，
让粉丝把喜欢变成行动，参与助学、捐赠、志愿服务，把善意继续传下去。这才是正向影响力。所以这次肖战被讨论，并不是单纯因为黑布跟着他走这个梗好笑，也不是因为公益话题突然冒出来让人感动，而是两件事叠在一起，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很清晰的肖战：拍戏时专注，做公益时低调，面对流量时清醒，面对责任时不逃避。时日中焉的黑布还会继续守着旗下，观众也会继续等着正片上线。云贵山区的美育教室里，孩子们也会继续画画、唱歌、看绘本、做手工。一个在镜头外保护作品，一个在大山里点亮课堂，这样的故事确实比很多花边八卦更值得被看见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真正的顶流担当，不是每次出现都要轰轰烈烈，而是该拍戏时好好拍戏，该做事时认真做事，该承担责任时默默扛起来。黑布挡住了路透，却挡不住观众对旗下的期待；低调藏住了营销，却藏不住持续多年的善意。这波啊，不是硬凹人设，是真有点东西。